就是怎么回事？才来前几天呢，就是这有人是有人养的东西。不好意思啊，哎，结果，张总，怎么回事？这不还是那点事儿吗？这没完没了的。来，你看看呢啊，孙荣家大儿子干的，大白天的泼煤油，直接就给点了。我都不敢想，你看看这无钱无后全房子，这要真烧着了，得死多少人啊？非逼着我们给你打电话，说认识你，你能说上话。我跟他说了，我说找你也没用，就是不听。那人在那儿呢。我看一眼啊。陈先生，陈先生，你要帮我，来帮我。别皮，我儿子还不到14，他不能有事。你怎么不看着他？我看不住，我儿子，那都是恨。就说那个王小喜家刚重新开业就被烧了，孙荣家那儿子干的。哎呀，你说在人家孩子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啊！这是。这王小喜夫妇啊，必须重判。嗯，这是什么逻辑呢？那王有喜对孙荣他们家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种持续性的伤害。到现在，孙荣他家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还在持续的被伤害。那他们家呢？重新开业了，重新生活了。那不重新生活又能怎么办呢？重新生活难道要罪加一等？你得有个态度吧，你得认罪吧，你得有个愧疚感吧，积极赔偿得做吧。他们现在干什么了？不光什么都没干，还不觉得自己有错。那重新开业，那不就是打算就挣钱赔偿呢？师傅，你要这么说，那你觉得我和稀泥是吗？这个王有喜夫妇如果不重判，那孙荣他们一家就对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了，他们从今以后就不相信法律了。而且他家那个小孩现在14岁不到，一旦就走上犯罪道路了，你说怎么办？那不毁人家一辈子吗？王有喜家的孩子才8岁，是王有喜他家把别人家给逼疯了，他家也没挨欺负。那后天就开庭了，你想好了？还是坚持建议法院刑上量刑？我想好了，现在流氓罪顶多判才7年，太便宜他们了。那你觉得几年合适？10年，哪怕判15年，他们家都不冤。不是说尽量不来单位的吗？怎么怕人议论？是走出来不方便。怎么了？一脸不高兴。你把这拿给你爸爸。不是说好了晚上过去吃饭你拿着吗？你现在给我算怎么回事啊？不去了。于高原，你什么意思啊？有话直说。你爸，王乃明是吧？是啊，怎么了？军区司令。副的。有区别吗？对啊，有区别吗？他是饲养员还是司令员，对你来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没有要故意瞒你的，没必要，也瞒不住。我就是想让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尽量单纯一点。如果我做的不好，我跟你道歉。还是有分别心呗。是有。我是害怕我自己，我胡思乱想啊。我怕你是因为那个副司令员才愿意接近我，假装喜欢我的。怎么我农村出身就非得高攀你们家？因为我的腿，我自卑、敏感、多疑，我高攀你了，行了吧？像你这样名牌大学毕业，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法官，你怎么会真的喜欢我？算了，你骄傲，我自卑，本来就是一个巧合，是我多想了。
该不会有人看着呢？谁愿意看着谁看着。哦，疼啊！你压到我耳朵。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对，是不是因为我像你那个女同学？谁也不像。哦，我今年27了，之前谈过恋爱，挺失败的，我有很大的问题处理的不好，失去了很多朋友。那天我见你第一面，我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的，没有一句假话。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你。拿回去。嗯。不许迟到。这儿。哦。啊，对，我还有个后妈，比咱们大不了几岁。她是个事儿精，一会儿要是作妖的话，你别理她啊。你怎么总搞突然袭击呢？早说晚说不都一样？你是见我爸，又不是见他。走，你把东西给我，帮我把衣服整理整理。整。好着呢。有点紧张。走。背你？不用。背？不用。不用。快进来，快进来，都等着呢。回家啦，快里面坐，里面坐。东西接一下，这儿。爸，于高远，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是吧？坐，快。老天好好夸你，他从小到大没怎么夸过人。小张，把拖鞋拿过来。不用换了，老爷子种完菜满脚泥还不到处踩。叔叔，这个是好好特意吩咐我的，我前段时间去了趟北京，给您特意带的点心。哎呦，这个东西啊要少吃，他血糖太高了。小张，来啦，快！一表人才，能看上我家好好，那是他的福气。那也是你的福气和压力嘛。是。我们好好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要是降不住她，可有你苦头吃了。是不是老方？哎，你就吃点啊。好好啊，诗词书画，就这么小就擅长演讲比赛、数学比赛、语文比赛，那通通都是第一名，样样好，还是不是好好？就是这条腿啊，残疾，真是作孽，那是老天爷嫉妒他，老天爷不是个东西。叔叔，你少喝点，多吃一点。老方，什么叔叔的，将来还要叫爸爸的吗？人家说的对，你少喝一点。干什么？找不痛快啊？去把那点心给我拿来，那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现在就要吃。好好这个病啊，是在幼儿园落下的。亲妈走得早，她这个苦是为我受的，我对不起她呀。您没对不起我，我命不好。嘴硬也随他骂。好
豪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给您买那点心，他特意嘱咐我一定要去东四总店买，列了一个单子，您喜欢吃什么全写下来了，差点因为这个把车给误了。小鱼啊，你家那小伙子我见多了，苦出身，心眼多，脑子灵，眼界高，野心勃勃的，非常现实。没关系，你这么快能把我女儿拿下，那不简单。你小子算个人才啊！但是啊，我不管你是什么目的，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女儿，你小子给我记住，你就是装，也得装着对我女儿好，要不哪天老子非得收拾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对他好。吃点东西说。好。你是不是再也不想来我家了？就别说你，我也不想再回来了。爸还是很爱你，说我两句正常。他那不是爱我，他是想赶紧把我给打发出去，这样他就省事儿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习惯了。这个世界，谁离了谁不能活。我不用有家，也不奢求有人爱。行了，别不高兴了，换个话题。明天我下班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干嘛？去我那儿见见我爸妈。不必。怎么不必了？必。我不用你可怜我。谁可怜你了？我那是求你。求我什么？求你跟我结婚。你图啥？图啥？我想想，我图啥？我图高攀你，图巴结方司令员，图日后飞黄腾达。满意了？定了啊！明天见我爸妈，周一领证。回来喽，还没有睡了。心头才去死，啷个睡得着？啥事情啊？亲眼看见你在滨江住的屋子，穿的衣服，才敢相信我儿真是长大了，当了官了。还不是官？弟弟妹妹在屋里头啷个样？还可以。等过2年条件好了，把你们都接过来住。你高考那年，我当祖坟烧了道纸，希望祖上前人保佑我们老余家出条路。啷个晓得，为儿大学毕业，又坟倒在当当头。想到你要在这儿把婚结了，怕是一辈子要钉死在这儿，心里头更气更气。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快点睡了。来，睡觉。哎呀，你说人不是你杀的，证据呢？不是我杀的，我还要提供证据啊！那可不，人检察院有大把的证据，证明人就是你杀的。人家现在手里握着俩王勾杆的 K， 你什么牌呀？不，再说了，你现在说不是你杀的了，那当初你怎么就认了？是他们不是？行，你呀，听我的，别较劲啊，先保命。那法庭上积极的认罪悔罪，这个恳求轻判，别惹法官，那么尽量争取个死缓。还有2审的嘛，到时候再喊冤。我呢，得帮你收集一些有力的证据。我认了判死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那你现在把我解聘了。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尊敬的人民陪审员，现在我受滨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委派，代表滨江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有喜、梁月敏等4人流氓团伙提起公诉，并对审判活动进行不光是对被害人的严重摧残，也是对国法和人伦道德的伤害和摧残。本公诉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至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没有认识，拒绝认罪。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公然挑战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底线、道德的底线，必须严惩不贷。因此，公诉人强烈建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3年9月2日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的第1条之规定，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就应该严判他们。好，就应该严判，用人的手脚什么来吧？好，注意法庭纪律，注意法庭纪律。本庭审理结束，本案将择日宣判。闭庭。师傅，你怎么了？这个案子量刑建议的时候咱俩聊过呀，你也没不同意啊。对，我是说过了，这个案子你承办，你做主。那你这怎么了？后悔了？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么说会煽动公众对被告人的仇恨？我那说的全是事实啊。哦，是吗？对啊。啊，你心里真那么觉得的？谭律师，你好，我姓夏，是这个案子的助理审判员。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送这个代理手续和这个辩护意见。这个辩护意见就这些吗？怎么了？这可是个可能会被判死刑的案子呀。您放心，您放心啊，那个教育过了，开庭的时候肯定不胡说八道，积极的认罪伏法。诚恳地向受害者家属道歉，争取从轻判决。你打算怎么为他争取从轻判决？被告人因为家庭问题和被害人产生了矛盾，本来应该以正确的价值观妥善商量解决，但被告人不能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心生恶念，将被害人杀死并分尸，其主观恶意极深。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特别严重。本案被告人以残忍的手段剥夺他人生命并分尸，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该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被告人
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是否认罪？我冤枉，审判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好，你的态度本庭知晓。辩护人，请问你的辩护意见？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本辩护人不持异议。但辩护人要指出的是，本案是一起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激情杀人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案发诱因上，被害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他作为妻子，放任第三者插足，逼迫被告人离婚，并拒绝归还被告人当初为娶她而支付的彩礼，导致两人的关系持续紧张，使被告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被告人一向表现较好，遵纪守法，本案系初犯偶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辩护人认为应该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我不认，我没杀他，你们不要合起伙来陷害我。这就是所谓的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吗？我真的是冤枉啊！你们怎么就不信我？被告人，你冷静一点。我问你，你第一次承认自己有罪是什么时候？记不住。他们说，只要认了，就让我睡觉，好几天没让我合眼了。你为什么前几次不肯认罪？小夏，你问这个干嘛？人不是我杀的，我认什么罪呀？我认什么呀？我啥也不知道。这里有5份口供，都是你自己交代的，时间、地点、凶器、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你一直在说他们是谁？小夏，辩护人，对于我刚才提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夏英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梅姐，我越审越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太多，我还是建议退卷，让检察院补充侦查。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闹着退卷呢？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啊！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你屁股都坐歪了。好，我承认是，也许公安是有几份笔录不够规范，可是这是全市轰动的案件啊，怎么可能因为几份笔录不规范就否认基本事实呢？基本事实是我们无法确认死者就是钱新良的老婆于三花。你是认定了钱新良不是凶手是吗？你一会儿出去你就宣布他无罪，当庭释放。他可能是凶手，也可能不是，所以我只是建议退卷补充侦查嘛。你就狡辩吧你！小夏，对不起啊，我刚才情绪可能有点激动。梅姐，你说的我都理解。你都理解，你干嘛还这么轴呢？我不想手上沾血。我手上沾血了吗？小夏，为了我，你能委屈一回吗？梅姐，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儿，这不是咱俩个人的问题。
合议庭没能形成统一意见，那就上报吧，上报院审委会。这么重大的案子，全市乃至全省都在盯着咱呢，偏偏你们合议庭没有能达成一致，怎么搞的？我认为，公诉方起诉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被告人钱行良应依法判处死刑。夏英杰不同意。我认为本案存在重大疑点，甚至连死者的身份都无法完全确定，匆忙做出判决是不负责任。哦，目前死者身份的认定是基于血型和亲属的辨认，但这两者都没有唯一性。那不是也做了颅相重合的鉴定吗？是，但颅相重合的鉴定应该是4个部分64项指标完全重合才能认定为同一个人。如果有2个或2个以上无法重合，则不能认定。差多少？2项指标不能重合。你刚刚不是说要2个以上指标才不能认定吗？也包含2项，这不是100%，哪有案子是100%的？还有，被告人的口供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拢的过程，我怀疑他是受到了诱导。你怀疑不等于就是啊！再说还有其他证据呢，那菜刀不也是证据吗？那也有存疑啊！在案件发生了10多天以后，这个凶器才被提取，上面居然还有于三花的血迹，这合理性上都有问题。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江院长，我想先做个自我检讨。检讨你着什么急啊？你俩先出去，我们讨论一下，啊。江院长，各位审委，我想补充。如果我们暂时放过一个凶手，将来还有补救的可能。但如果我们错杀了一个人，先别抒情了，先出去吧，出去吧，啊！梅姐，对不起。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也许我是对的，也许你是对的，现在都已经不重要。您觉得审委会会怎么判？江院长的画风还不够明显吗？肯定是死刑啊！都说了你是白折腾，现在把我也搭进去了。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小夏，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谁也跑不了。那万一，我是说万一，死刑如果真的判错了怎么办啊？小夏，如果你是担心将来会担责任的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谁也跑不了。所以，如果真的判了死刑，你是不是也希望钱新良一辈子都翻不了案？一会儿咱到了先吃饭，包间全订好了。陆总嘱咐我提前付了钱，让他们无论多晚都等咱们。要不要收拾我？放心吧，袁律，我都安排妥妥当当的。咱这次来的，要的就是个名利双收。请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地勤中心，客运工作人员积极检举违法犯罪行为。往哪边走？平安车站。那边。
我一直都相信，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啊，就凭一张破纸，就能把害死我女儿的主犯放跑？我不信。如果真的是那样，对不起，我后半辈子什么都不做了。我可以抛家舍业，我就跟他磕到底了。我女儿是跳江自杀的，他们整整打捞了2天。之前我也下去找过，那江水特别凉。我女儿在那水里泡了2天。乔总，目前来看啊，要想在法律上证明你女儿自杀跟那个宋晓光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很难。这帮王八蛋都这么说，你们不该也这么说吧？哎，请您说话注意点啊。焦先生，袁律师呢非常想帮您，但是我们是律师，必须站在法律的角度分析情况，才能想到帮您的办法。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有取得涉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授权，包括您的，所以我能说的不多。不多。明白。你这儿来挣钱的，对吧？我不难为你。要图钱，我就不来了，我是可以免。乔先生，您先别着急啊，听袁律师把话说完嘛。那我说完啊，本来呢，我是想从那些共犯入手，通过给他们辩护来揪出宋晓光。给他们辩护？他们需要辩护吗？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杀人犯，他们需要的是他妈一颗子弹。怎么着？他们给钱多是吗？不是说了吗？图钱我就不来了，我真的可以免。那个，乔先生啊，我们千里迢迢赶来了，要不您先回去好好想想，冷静了咱们再谈。你们都是一丘之貉。哎，我可以免费的。乔总，来，您请坐，听我说，我可以免费的，坐。我们可以从刑复民，就是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入手。您是被害人的家属，我可以做您的代理，要求被告人赔偿。我不需要赔偿，不缺钱。啊，你不缺钱，我也可以免费啊。他赔得起我女儿的命吗？我要的就是把宋晓光揪出来，让他伏法。对呀，把宋晓光揪出来，对吗？我们来把他揪出来，伏法。但前提条件，你要相信我们，信任我们，听我的，可以吗？乔总，您在公司肯定是一把手，说了算，对吧？这个公司我也是一把手，我说了算。整的呀。你看，别山监狱的电话，你抽空给张连慧打个电话安慰安慰啊。你就算了，你现在有妇之夫不方便。哎，你啥时候办事啊？不办了，没人来，办什么？
你看又来了，又开始小心眼儿，又开始受迫害妄想。就我们几个都不叫了呗？叫，到时候吃个饭就行。反正赶明儿我办事儿，你们都得去啊。祝福不祝福的无所谓，礼钱必须到位啊。行，你跟谁办？我跟那谁，丁蕊啊。谁是丁蕊啊？没跟你们提过呀？丁仲祥，丁院长家的闺女。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虽然我人在北京，但是我的心呐都在南云。内心深处吧，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南云人民的半个儿子。你真是什么都不耽误啊！被害人家属联系了吗？代理都签完了，挺顺利的，就是钱有点少。为了正义是吧？不是怎么钱有少，不挺有钱的吗？哎呀，一根筋，那老轴了，我费老劲才说明白。他要不一根筋的话，这事还真办不成了。好几个被害人都打算放弃了，我好说歹说劝回来。这个案子是他给你介绍的？啊？于高远啊，你作为审判员，你给被害人介绍律师，这合适吗？哎呀，那能不能代理，不也得看人家的意愿吗？那恰好人愿意啊。那他给律师介绍业务也不合适啊。你本身你就在法院工作，你自己都不尊重法律，不尊重程序，你怎么让别人尊重啊？那怎么的？咱就坐着就干唠论道，等宋晓光自己从精神病院里边走出来。还是说我直接找院长，我说院长，您得舍得一身剐，宋晓光宋书记必须得拉下马，乌纱帽咱别要了。你别跟我说那些，咱们都学过，实体正义一定要依附于程序正义实现才有意义。你这么干的意义在哪儿啊？行，那我问你，正义迟到了，你觉得还算正义吗？等5年、10年、50年，宋晓光儿孙满堂寿终正寝的时候，临死的前一天说：“哎，你有罪，抓你，你能接受吗？”那我问你，正义迟到怎么就不算正义了呢？他是不是比没有到强？你可以说这个正义有瑕疵，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是正义啊！你别跟我扯这些哲学道理。在这个案子上，宋晓光站在被告席上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正义，这都办不到，说什么其他别的？哎，我问你，我吃你回扣了吗？你要吃了回扣，行了，怎么吃着吃着又成辩论环节了呢？那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别吵了呗。袁律知道你俩这么干吗？他不知道，但他忙的开始都不想接呢。真忠，我跟你说，你就是双重标准。我怎么双重标准了？都是流氓罪。王有喜的案子，你先判顶格不够，你给人加刑。到了宋晓光这怎么了？换副嘴脸了。普通老百姓好欺负，使劲掐；干部子弟有背景，就程序正义了。来，你说清楚，我换什么嘴脸了？你去问问夏银杰，钱新良的案子他也找的袁律，但是人家呢是救人一命，你呢是把人往死里整。我把人往死里整？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怎么了？这就是我责任。怎么的，戳你痛处了？这么着急？你要是觉得我们材料有问题，你就退卷；你要是觉得我的意见有问题，你可以不采纳。你别再说这话。不争啊！等过2天宣判出来了，你就知道了，好吧？哎，咱上次是不是也这包间啊？这包间有点犯冲啊！你以后咱这就不来这屋了。你说咱们班啊，来滨江就你们仨，那关系咋处的这么好呢？哎，对了，那个夏阳杰那个案子啊，袁律不一定能接，我觉得那个钱新良80%死定了。哎，哪儿能买着那个解放鞋？他能买着？哪儿能买着解放鞋啊？回来了。啊，吃完饭了，怎么样啊？这是那个张丽慧在别山监狱的电话。老陆给过我了，你留着吧。你们见过了？啊，找我来就为了说这个啊？不是，有件事我想让你慎重的回答我一下。
我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人吗？怎么了？就是在宋晓光和王有喜的案子上，我的态度有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而不同吗？这两个案子不一样，不能这么比。而且，人难免会有双重标准，而且还都不自知。区别就是程度不同，和被戳破了会不会跳脚而已。我没跳脚吧？没有啊，你是我见过的少有的能诚实对待自己的人。谢谢啊。其实，每次在我特别自我怀疑和沮丧的时候，你都能一两句话就把我救回来。我哪有那么大能量啊？再说了，你有那么多精神导师呢，你父亲、你周老师不都是吗？那不一样，他们是教育我，你是真的能理解我，这很重要啊。其实吧，这么多年，我只有对你是从来不设防的。我知道。要不咱俩在一起吧？你打住啊！咱俩还是聊正事儿。你来找我肯定不会为了说这个，对吧？对。是你让老陆和袁律师去给钱先生辩护的。对。但是老陆觉得难度太大，不想做无用功，没答应。这件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很可能不再是这个案子的审判员了，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钱新良介绍律师。在这件事上，我站于高远。行，来。哎，袁律啊，那个宋晓光这个案子呀，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舆论。以前办案的时候我说过最好不用舆论，但这个案子不一样。我知道了，我来不是说这个事儿啊。那个乔总那个案子，我好不容易从您这免单，我谈到个3万，怎么到您这又成2万了？啊，这个是那小马谈的吗？别扯小马，跟小马有啥关系？我都问了，人说您谈的2万呢，1审到2审一共2万呢，不包差旅。什么呀？什么差旅？你少跟我打！那咱兴师动众，人吃马喂的，就指着这3万块钱呢。您那几个，要不500，要不1000，还有免单的，就指着这乔总这扎出点血，您怎么还大酬宾呢？人家都赔2万了，你还什么差旅？那个秋明啊，以后这种事儿最好你去谈，我没这方面的那才华。我发现那小马也不行，你跟人小马有什么关系？袁大律师，我就一个问题啊，就照您这么做，咱这律所怎么经营？我赚钱，你赔钱，这是个问题啊。行，这样问题来了，那我就跟你聊一下啊。我呢接案子是有我的标准的，这个你要尊重。有一些案子呢，在我看来，给多少钱也不能接；有一些案子，1分钱不给，那也必须接。因为我觉得，身为律师，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和价值标准。回答完毕。说教了，是吧？哎，我这正好有一个案子，符合您的价值标准，1分钱也没有，简直是为您量身定做。我说说。秋明啊，哎呀，我有点累了。这个宋晓光这案子挺费神的，
啊，我得去睡了啊。靠这歇着，我说我的。不，你我给你讲讲，有点累了。那案子一审没下来，可能判死刑。咱要做的是2审辩护啊，而且这么多年啊，我没听说过哪个案子已经判了死刑还能翻过来的。死刑辩无罪，刺激不刺激啊？不管了啊，这不符合您的价值观吗？那行，那算他孙子倒霉啊！你快歇着吧。什么时候又冒出这么一个案子？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就一个案子。睡觉，我又不是孙猴子，能勾生死簿。王有喜的案子，你先判顶格不够，你给人加刑。你去问问夏银杰，钱新良的案子他也找的原律，但是人家呢是救人一命，你呢是把人往死里找。我不想手上沾血。这个责任咱俩担定了，因为死刑判决不是审委会宣布的，是我们，你和我做出了死刑判决。小夏，我是检察官，我打击刑事犯罪，这就是我责任。小陈，小陈，走吧。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有喜犯流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梁月敏犯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不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死，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认罪认罪，我们是流氓，我认罪，法官不能死，我家里还有老人，我儿子才7岁，我不能死。那个法官，这样，我死，那太坏，我死，我一个人死，让一个人活，还有孩子，有孩子。刑法第43条、第53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钱新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我说你在找什么呀？又不着急了，那不家里人发疾病吗？啥家里人呢？猪崽病了。你还走不走了？我还想赚你10块钱呢。等着吧。哎，大爷，那前2月是不是涨水了？对，涨的能有这么高，整个河面上能有60来米，现在也就30多米吧。
刚才过来那个是下水村你刚才那个趟水那个地方，就是捞出死人的地方。哎，不是说还有块尸体在那个小树林里吗？那小树林在哪儿啊？那边，看见没有？对面呢。啊，那这咋过去啊？往前7、8里地啊，有座浮桥，你坐我这拖拉机也得开上一阵子。哎呀，那这就一座桥啊。到水浅的地方你能趟过去。那涨水的时候呢？那就看你水性怎么样了。水性好能游过去啊。不好。你要不走，我先回了啊。啊，你记得啊，回去一定走浮桥，水性不行，千万别游泳，中间很深呐，净淹死的。行。服务员，给我来100瓶酸奶，100瓶。哎呀，你已经尽力了，生活还得继续呀。钱继良肯定会上诉，这个案子会进省高院2审。所以呢？你还是不接是吧？我真跟袁律说了，他忙不过来。他忙不过来，那你呢？你讲定实话吗？废话。这案子不可能翻案。为什么呀？你一开始就跑偏了。那死者是不是于三花，尸体是不是于三花，钱新良都不可能杀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钱新良没有作案时间，他们不可能连这个都没发现吧？先给你们来5瓶，不够再说。来，我帮你。你下这样的判断没有依据。当然了，公安局确定的第一犯罪现场是离下水村3公里外的树林里，凶手在那杀人，分尸，一部分尸块留在原地，一部分扔河里了，还有一部分扔玉米地里了，对吧？嗯。但是案卷里没提及呀，那是直线距离啊，小树林在河对岸呢。虽然钱新良是出于记不清也罢，害怕也罢，找人串供，但是有多人证实，钱新良那几天6、7点就在村口打牌，一直打到10点多才回家。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啊。你去过案发现场吗？你少卖关子，继续说。你知道分尸需要多长时间吗？一个有经验的屠夫肢解一头猪需要10多分钟，没经验的人呢？多长时间？我整了一条腿，我费老大劲了。你再想啊，那钱新良旁边还有个于三花呢，他想快，于三花能快吗？那干啥呀？那陪他竞走啊？那如果是搭拖拉机或者农用车呢？那不就是有目击证人了吗？那这案子多轰动啊！那怎么找这么长时间一个人都找不着啊？我退一步说啊，钱新良想要杀人，作案时间就需要更长。哎，干啥？这个足底局部角质增生形成的角质酸，俗称鸡眼。钱新良那几天呢，脚后跟就有一个鸡眼，那还感染了。你看我这是高仿，那钱新良的脚丫子这比我还完蛋呢。他能走多快啊？他能走多远呢？钱新良不可能具备作案时间。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我这表停了。10点。怎么？来。
你就算退卷也没有用。所以我为啥说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呢？知其不可而为之，那是袁律，不是我。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做飞速业务，我不愿做刑辩。喝，都你的，都你的来。但我要知其不可，我得明白为什么不可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做飞速业务，我不愿做刑辩。喝，都你的，都你的来。下面把上周的工作简单总结一下。上周我们诉的几个案子，都取得了满意的判决结果，特别是王有喜、梁月敏流氓案，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判决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啊。当天就有群众在法院门口点起了鞭炮，还给法院送去了为民除害的锦旗。锦旗虽然是送给法院的，我们检察院也有一份，可喜可贺。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表扬的是陈一仲同志，这是他作为承办人起诉的第一起案件，就取得了这么好的结果，祝贺你！还有钱新良杀人案也很圆满。检察长，我觉得王有喜的案子判重了，咱们能不能提出抗诉啊？怎么了？不是你要求法定刑以上量刑的吗？对，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是被他们恶劣的犯罪行为冲昏了头脑，忘了罪刑相当的原则。当时我建议法定刑以上量刑，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10年，最多13年，所以我没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但是我没想到判了2个死刑啊！检察长，他们真的罪不至死。如果我们罚过其罪，我们就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是我们自己要求的严刑，判决一出来，舆论一片叫好。现在你在抗诉，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明白，我明白，检察长。但是流氓罪量刑最高刑才7年啊，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如果案子这回这么判了，那以后的流氓罪真的就没法判了。老李，你怎么看？徐姐，我同意，他们的犯罪如果只判7年，可能难以服众；如果死刑，那法律就失去它的标杆意义。就像小陈刚才说的，那以后的流氓罪怎么判？你们当初就没统一一下意见吗？啊，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尽到提醒的责任。李老师当时提醒我了，但是我当时完全听不进去。检察长，院里可以给我处分，但是我们一定得提出抗诉。我们犯了错误，还有机会改正，但是犯人也需要机会改正。如果人真的死了，那我们都没机会了。大家的意见呢？我同意，死刑确实太重。可是我们如何面对社会舆论？那起诉的时候就没想到吗？好吧，我向检委会提出来，抗不抗诉，还是检委会决定。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滨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姚波流氓团伙案再次开庭。带被告人。审判长，原告方就本案关键事实，请求对被告人进行发问。允许提问。被告人，
现在本辩护人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询问。起诉书明确指控你长期用裸照控制被害人乔媛媛，并且强迫她跟团伙其他成员也发生性关系，还让她拿2万块钱赎买底片。情况是否属实？你对此有无异议？那裸照就是小光拍的，他玩腻了才把乔媛转给我。还有那2万块钱也是小光要的，我就没想明白，他能为这点事儿跳江？你还是人吗？畜生，都应该把你们枪毙了才对。请保持肃静，再次大声喧哗，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审判长，我们在起诉书里没有看到叫宋晓光的人呢，但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不止一位被告人提到宋晓光，提到很多事情都是他主使的，而且这个流氓团伙也是他纠集的。那现在我们想问，宋晓光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代理人，你们代理的是民事赔偿部分，你们就这一部分发问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这一部分发问啊。而且刚才您也听到了，那2万多块钱是宋晓光要的，他不到庭，我们的权利没有办法行使。你的问题，本庭已经记录在案，继续吧。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在1年多的时间里多次打砸云上夜总会，给我的当事人直接造成了10多万的经济损失。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带头的是宋晓光，我不敢不去。我要是不去，他就执行家法。家法？什么家法？轻的打一顿，重的落彩。你们看，这就是他执行的家法。审判长，按被告人的说法，给我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主要是宋晓光。那我们还是要问，宋晓光在哪里？作为这个团伙的组织者和发号施令者，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在法庭上？请法庭回答我们的疑问。我们只审理起诉书上起诉的内容。反对。审理流氓团伙案，团伙组织者却不在场，这叫什么审判？难道法律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对另外一部分人却束手无策吗？这样的审判如何服众，如何彰显公平？所以我们强烈要求宋晓光必须到案接受审判。侦查机关已经对宋晓光进行了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确认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他现在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已经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份鉴定的真实性，并且要求更换鉴定机构，对宋晓光的精神状况重新鉴定，以便真伪，还法律以清白。待宋晓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待宋晓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肃静！肃静！肃静！现在休庭。